最近中东的局势越发紧张，伊朗公开宣布自己虽然不支持加沙冲突扩大，但却不排除伊朗参战的可能。这句话可是把美国给惹恼了。美国国防部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如果伊朗敢参与这场冲突，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军的正式下场。那么伊朗最终真的会参战吗？美国对此又有哪些应对呢？咱们接着往下看。10月23号，根据 BBC 报道，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安警告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对加沙的袭击，中东可能会失控。除此之外，这位外交部长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示留给政治解决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场冲突的扩大正在接近不可避免的阶段。这番言论呢，也让不少人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方向是借此冲突当中一个潜在的大战爆发点。虽然呢，美国已经通过卡塔尔和阿曼作为中间人对伊朗发出过警告，希望伊朗军队不要参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是表示，美国将进行威慑部署，以警告一切想要袭击以色列的势力，从而避免加沙冲突扩大成为更为广泛的战争。但现在看来作用似乎不大。在美军支援以色列之后，中东各地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袭击频率明显上升。根据美国国会山的报道，驻扎在中东的美军在过去1周时间里至少遭遇了13次袭击。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10月17到24号期间，美军在伊拉克遭到了10次袭击，在叙利亚遭到了3次单向攻击无人机和火箭袭击。这一系列袭击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出现了重大转向。美国海军学会网站23号称，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将不再加入东地中海的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而是直接前往中东地区，成为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部署在该地区的第一支航母打击群。同时，美国还宣布会继续向中东各地增派部队和装备。对于艾森豪威尔号的转向，五角大楼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些部署就是针对伊朗。艾森豪威尔号将被部署到北阿拉伯海，从东面对伊朗形成战略威慑。目前中东地区的海上态势是，福特号航母编队1艘导弹巡洋舰和3艘导弹驱逐舰，外加1艘2栖船坞运输舰，正在东地中海地区游弋部署。10月23号，他们的位置在塞浦路斯岛西南约133公里处，距离以色列特拉维夫约345公里，可以在西面对伊朗以及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力量进行威慑。除此之外，还搭载有2000名陆战队的巴丹号2栖戒备大队，正从印度洋进入红海，预计经过苏伊士运河和福特号航母编队，必要时可以向岸投送地面作战力量。总体来看，美军的2支航母编队分别在东地中海和北阿拉伯海，对整个阿拉伯半岛形成了战略威慑效应。除此之外，美国外交委员会正在起草军事使用授权法案，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快速授权美国军队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军还向中东地区增派部署萨德这类先进的反导系统。萨德的到来显然不是对付只有简易火箭弹的哈马斯，而是试图威慑已经大批装备了中远程弹道导弹的伊朗。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加入第5舰队，更是贴身对伊朗发出警告。但伊朗此前通过联合国向以色列发出信息，强调伊朗不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进一步升级。如果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伊朗将不得不进行干预。在双方都有所准备的情况下，不排除2国直接交锋的可能。那么现在的伊朗有能力对抗美军吗？下面我们可以从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实力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伊朗这个国家的军工能力并不算强大，甚至有些落后，许多武器都无法做到自产，其唯一能玩得开的还是那种初级战略武器弹道导弹，而像是战斗机军舰这种装备对伊朗而言就有点难造了。因此实际上的伊朗空军是一个以美俄双系战机为主的部队，其中呢，美制军机方面主要还是 F4 鬼怪改装版的 F5以及 F14熊猫，至于俄制战机则是米格29、苏22以及苏24这些。
在大型飞机里面，伊朗装备的是波音707和波音747，但是数量偏少。一架波音707-368C 和一架波音747-100是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另外2架波音707和4架波音747是作为运输机使用。另外比较不错的运输机就是 C-130运输机了。伊朗服役了不少，但是由于没有美国的后续支持，这些美制战机大都妥善率很低。虽然伊朗在这些年里也一直在努力追赶战斗机领域，并在2017年推出了征服者313双发隐身战机，伊朗自称具备短距起飞能力，但是仅仅是进行过地面的滑行测试，再之后呢就没有然后了。而且这架飞机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嘲讽。BBC 当初说这架飞机是 F-22的一个廉价模型，以色列更是直接声称这就不是一架飞机。虽然在近一段时间呢，又有消息称伊朗的这款新战机已经进入最后的研发状态，或许能给世人不一样的展示，但无论如何，这款飞机在当前是无法帮助伊朗的。因此总的来说，目前的伊朗空军主要军备就是当年巴列维时期遗留的美制飞机，加上1990年前后伊朗补充的苏系战机，再不就是海湾战争中扣留的伊拉克飞机，就是这些飞机拼凑成的伊朗空军。这些飞机呢，很多都是上古神器 ，F4、F5 不必说了 ，F14虽然相对比较先进，但面对美军已经更新多次的 F15和 F16，恐怕只有被秒杀的下场。至于在海军方面，双方的差距就更大了。且不说艾森豪威尔号上搭载的先进舰载机，光是其身边的驱逐舰、护卫舰发射的大量的战斧导弹和反舰导弹，就能够将伊朗的防御圈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和美国庞大无比的舰队相比，伊朗海军就十分平常了。整个伊朗海军的主要作战舰艇包括了俄制基洛级潜艇3艘、驱逐舰7艘、护卫舰3艘、轻型护卫舰12艘。桑德尔导弹艇10艘，卡门吉导弹艇10艘。除了这些主力舰艇以外，其他的还有一些辅助性舰艇，其总吨位加起来还没有美军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总吨位大。其水面主力舰艇贾马兰级驱逐舰排水量仅为1300吨，而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后期型号已经接近1万吨了，两者之间的排水量相差了近8倍。虽然在水下，伊朗还有着大洋黑洞美誉的基洛级潜水艇，该级潜艇采用了常规动力，有着噪音小、攻击力强的优点，但美军的反潜能力，无论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还是阿里伯克级驱逐舰，都装备了先进的声纳和水下作战系统。想要靠近1级战斗状态的航空母舰并偷袭难度很大，因此伊朗其唯一能够给以色列和美军造成麻烦的就是导弹了。作为中东地区最具导弹实力的国家之一，伊朗拥有丰富的导弹种类和数量，特别是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伊朗的发展都还不错，并用导弹技术支援了不少盟友们。比如在弹道导弹方面，伊朗拥有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2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其中液体燃料导弹主要是从朝鲜引进或仿制的飞毛腿系列导弹，射程在300到500公里之间；固体燃料导弹则是伊朗自主研发的尼什和霍拉姆沙赫尔系列导弹，射程在500到2000公里以上。除此之外，伊朗还声称拥有能够打击欧洲目标的阿米尔洲际弹道导弹，但尚未进行过试射，所以不必过多关注。至于巡航导弹方面，伊朗也有不少，比如从俄罗斯引进或者仿制的克鲁布型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以及伊朗自主研发的阿布马赫迪、苏梅尔、纳斯尔等系列陆基、海基、空基和潜射巡航导弹，射程在50到1000公里不等。伊朗利用这些不同类型和射程的导弹，构建了一个覆盖中东地区各个方向和层次的威慑体系，对周边国家还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力的。只不过这些导弹的技术本身还是存在问题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导弹精度问题。导弹精度呢，是指导弹命中目标点的准确程度，通常用原概率误差来衡量，也就是导弹落点呢，在以目标点为圆心的一定半径内的概率。导弹精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制导系统、飞行环境、目标特征等。一般来说呢，导弹精度越高，导弹的杀伤力和作战效果越好。而伊朗由于制导方面的落后，使得伊朗的导弹精度一直较低。据了解，伊朗的大部分导弹
依然使用的是惯性制导系统，依靠内部设备测量导弹的加速度、角速度和方向，计算出导弹的位置和速度，并根据预设的轨迹进行修正。惯性制导系统的优点呢是不受外部干扰，但缺点是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误差会积累，从而降低精度。说白了就是距离越远，精度越差。虽然在后来，伊朗为了提高其导弹精度，尝试了一些改进措施，例如在惯性制导系统上加装末端制导头，但这种方法呢也有局限性，因为它需要目标具有明显的特征，容易受到干扰或者欺骗。总的来看，现在的伊朗虽然在海空两军的装备上完全落后于美国，但那一系列的远程武器至少也有着对美军和以色列造成伤害的能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伊朗最后会下场参战吗？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